大家好，我是卢妮塔占星之旅。今天这期节目，首先我将会分析2024年的整体运势，来解读星象对大环境宏观的影响，然后再讨论每个星座，看看他们会在不同领域有怎样的独特经历。那让我们来揭开2024年星象的神秘面纱，准备好迎接这场星象之旅吧。首先呢，我们其实依旧是在一个时代的交接处，这种感受在2023年其实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在2024年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转型。24年整体的能量会比2023年要更加充满光明和希望，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保持居安思危的警觉，以防止旧问题卷土重来。那么首先呢，在2024年最重要的星象莫过于冥王星水瓶座了，所以这一整年我们会非常关注科技发展，而且有可能会催生出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领域里面会有持续性的突破。数字化和创新毫无疑问会成为未来的趋势，而且接下去科技的进化速度会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冥王星呢，其实是在2023年3月23日进入水瓶座的，并且在2020年12月22日土木合相在水瓶就已经拉开了风元素时代的开启，而且会伴随我们一直到2199年，所以在未来200年左右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超出人们的认知和想象。也许科幻片里面赛博朋克真的会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在这当中有个3年左右的时间跨度，这期间其实科技革命已经在悄悄的酝酿。在占星学里面，土木周期大约是20年循环一次，一般来说呢，是预示着经济周期的新开展，也象征着新事物、新风向、新模式的诞生。这一次元素周期是风元素的主题，所以很明显会有关于科技思潮领域的一些创新和变革，因此会有跨时代突破性革命性的科技和理论发展。那么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起源于风元素的周期，对之后的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宗教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近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ChatGPT， 就是在2022年11月份突然推广的，不仅给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震撼，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一丝危机感。所以在未来新的职业出现，旧的工种消失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旧的思维和发展路线不一定再能适用。所以在2024年水瓶时代的起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瞻性的思维，知道未来有前途的方向可能不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那些行业。从2024年开始的风元素周期呢，关键字就是变化，因为大家可以想象，风元素是非常灵动和轻盈的状态，它是没有实体的，所以2024年我们需要变得更加灵活，不断去适应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变化，还有新的环境和风向。时代的转换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说从2024年开始，我们迎接到的风元素时代就会抛弃之前土元素时代的积累，而更像是风经过土以后会发生的化学反应，就好像土被风吹过以后会变成尘土和沙子一样的这样一种变化过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2024年我们必然会经历一种由大变小、由笨重变轻盈的这样一种变换过程，这样呢，你才能够随风而起，去适应接下去时代的一个变迁。那么尘土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处不在，也就是之前可能会仗着自己经验老本站在行业尖端的一些巨头呢，其实接下去必须是要有一些危机意识的，因为风元素时代必然会让接下去更微小的实体能够崛起，实现弯道超车或者进行一些破坏式创新。那么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2024年因为风元素能量非常突出，所以之前有的技术模型也可能会在接下去产生大规模的量产，或者从研发走向使用。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像现在前沿的飞行汽车。那么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呢，飞行汽车有望作为2025年大阪关西世博会上实际的交通工具。飞行汽车也正式通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批准，预计也将会在2025年正式上市，价值呢会达到30万美元。
而中国的小鹏汇天也已经在迪拜完成了试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性过渡年份，它会为2025年一些新的风口打下基础。所以疫情3年表面上是政治和经济的博弈，但背后其实是各国科技的竞赛。由于水平时代悄然到来，可以看到各国其实都在抢占下一个时代和赛道的入场券。2024年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木星将会横跨金牛座和双子座，并且我们将会在4月迎来一个很吉利的星象。财务风口呢需要去融合创新，所以我们需要去留意新崛起的一些领域，并且去寻找技术支持来让自己事业能够发扬光大。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或者是一些新的技术来赚钱。很多人呢会受益于人工智能，把多元化的工具融入到现行工作当中进行提升和创新，或者有一些新的商机、新的商业模式正在酝酿。所以呢，2024年是会出现一些经济上面突然利好消息的。那么整个上半年，其实我们还是非常适合去享受当下，以及追求生活当中美好的事物。很多人会有一种实现梦想歪打正着的感觉，或者遇到一些比较突如其来的好运，不妨喜迎变化，会把各位带到一个更好的道路上面发展。我们也会在一些美好的事物当中获得疗愈的感觉。因为2024年木星横跨2个星座，所以预示着很多人会从安逸的氛围里面走出，去寻求心中的梦想。而且随着5月木星进入双子座，创新的需求会更加凸显。所以呢，这也是每个人需要多多学习的年份。我们需要保持多元化、开阔的思路，从旧的模式里面提炼和进化。2024年木冥的结构呢，也会强调团队合作，还有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到与自己最强而有力的连结和组织，来实现人联网和资源整合。大环境层面，很多人也会关注全球性、区域性的问题，比如说像局部冲突、社会不平等、人权、医疗卫生、气候变化，还有环境保护等等。而且呢，也会带来一些投资还有经济方面的机遇。有些人群可能会挖掘到行业的潜力，所以很适合我们在某个领域不断的深耕，这样会带来成功。大家可以留意，尤其是跟科技、人工智能和一些比较新型的行业里面，可能会分布着很好的一些投资机会。如果大家进行一些深度的调查还有研究的话，就很容易在2024年做出比较明智的经济决策。另外呢，也非常适合我们去运用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来实现事业上面的进展和扩张。我们也会或多或少感觉到时代的转型，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机会，财富和资本呢也会进行转换，从旧的领域逐渐走向新的行业风口。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在2024年非常适合去解决一些债务问题，或者把风险转移，来让自己更好的度过财务危机的时期。讲完了2024上半年，接下去我们来讲一讲下半年可能会发生的事。很多人可能在潜移默化之中感受到观念还有生活方式的逐步更新。下半年会非常有助于国际关系的恢复和改善，促进跨文化的交流。2024年，很多人也可能会有强烈的求知欲，想要去拓展一下知识面，所以会有机会去接触新领域的知识。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变革期，很适合学习适应接下去发展的知识。2024年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会对我们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决策。很多人也会在继续教育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学术圈来说，2024年会有很好的机遇和利好消息，比如说像扩招、教育改革，就会带来新一波的交流学习机会，有利于出国交换等等。其实这一部分呢，在2023年就已经有苗头了。比如说像澎湃新闻的一则消息称，多所985高校202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发布，和往年相比呢，博士生的人数将会再次迎来扩招，而且传媒行业、自媒体也会迎来一波新的红利和发展。很多博主呢是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表达、口才、才艺来实现粉丝增长和出圈。2024年下半年其实也非常有利于社交，参加各种活动，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说不同群体还有种族之间呢，会保持很开放的交流。虽然整体来说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和挑战，但这正是我们需要去注意沟通技巧的一年。
增强沟通能力非常有助于化解冲突，解决社会还有全球性的矛盾。而且2024年也很有助于旅行，因为在航班还有交通方面应该是会有所恢复，通航或者航班数量增加，票价减低之类的利好消息可能会出现。所以尤其适合我们去比较安全的地区短途旅行，会给大家带来增长见识的机会。那么整个2024下半年我们会迎来土星逆行，其实每年我们都会经历5个月左右的土星逆行，但是这次下半年土星的一些格局可能会打击到人们的一些信心和预期，因此下半年其实应该避免盲目扩张或者进行一些投资，因为在经济领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我们也会感觉内心是比较浮躁不安的，就是看似有一些机会，实际上容易感受到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可以说是时代转换带来的一段心理迷茫期。我们会感觉到机遇当中是带着限制的，所以这个时期特别需要谨慎投资。有些人呢会感受到财务上面的压力，或者迫于现实无奈而必须改变跑道。不仅如此，我们也需要去留意海洋领域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海洋运输、对外贸易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限制和不稳定的局势。那么下半年的2次土木相位，其实最影响的就是我们的预期。理性预期呢，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 F.J. 穆斯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中提出，它指的是在得到所有可以得到的信息后，对未来做出的最理性的预测。所以在土星的影响下，我们的消费预期是会受到一些负面因素的干扰，就形成了对未来经济状况的一种悲观态度。这种悲观预期也是中国放开风控后经济出现通缩的最首要原因。首先呢，很多人对通货膨胀还有经济恢复的预期持续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采取相对保守的消费态度，尽量减少大额购物和投资。在通货膨胀地区其实也是一样的，很多人会担心物价持续上涨，经济不稳定，所以就会增加储蓄的投入。其次呢，经济不稳定的担忧也可以导致我们对房地产之类的大宗商品上面的投资产生一些犹豫。土星的影响一般来说是和责任限制有关，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更加谨慎地面对贷款。由于对未来经济前景不太乐观，就可能暂时避免进行大额投资，尤其是贷款和长期承诺的投资。所以就可能会暂缓购房计划，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投入，以及对长期债务的承诺。人们的理性预期就有可能会在市场中产生连锁反应，进而影响到房地产等企业的交易量还有投资倾向，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阻碍。所以很多人在2024年是可能会感受到这份阻碍的，也就是消息满天飞但迟迟不敢行动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进入到秋天以后，我们也会迎来冥王星最后一次进入摩羯座，之后我们就会彻底告别摩羯时代，进入到水瓶时代了。但是这一次冥王星在摩羯座停留的时间非常之短，只持续了1个多月，但是却会带来一场非常深刻的洗牌过程，给我们一种新旧时代的割裂感。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再回到过去了。经历过疫情3年以后，格局已经彻底改变，且旧的未解决问题可能会再次回归，也给我们带来见证历史的剧情。但是这一次剧情可能会有一种速战速决的味道，问题不会拖沓太久，所以需要小心应对过去未解决的问题卷土重来。但是如果我们解决了它，就有可能由此改变了未来的格局。因为时代正在淘汰老旧、庞大或者不中用的部分，也会留下轻盈、创新的部分，创造出新的时代红利。就好像是给大树松土的过程，会逼着我们把过去发展中已经僵化的部分重新改造。2024年秋天的日月食也很值得留意。这次日食的能量就好像是和平的使者，会给我们带来和平的进化还有疗愈的机会。所以呢，事情可能看起来很重大，但最终会用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我们呢，不妨去倾听内心的直觉和灵感，再配合周围的人事物和资源，从中找到最中庸的解决方案。解决了旧问题，才能够轻装上阵，迎接接下去的新篇章，跨入新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避免的是急躁、自我中心，要保持精力充沛和效率。其实呢，我们已经从过去看到了一些端倪。冥王星每一年都会有逆行的剧情，所以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已经经历了以巴冲突、俄乌战争，所以在2024年秋天这个关键时期，不能排除有第三个冲突的可能性，比如说海洋问题、沿海地区，或者是贸易之类的冲突有关。而且呢，也可能会带来比较转折性的事件。比较类似的案例，比如说像1778年的英法战争，以及法国正式承认美国的独立，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发现了夏威夷等等。还有乾隆时期，中国和西方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当时中国向西方输出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之类的商品，同时呢，从西方进口了银、草、动物，还有一些奢侈品。但是由于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商品需求减少以及贸易逆差的问题，乾隆皇帝呢就下令限制西方商人在广州的贸易活动。那这一政策的变化就让中国和西方贸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在2024年秋天附近，我们也会迎来类似这些比较重大的跨时代的剧情，可以拭目以待。好了，2024年整体星象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接下去我们会来详细讲一讲12星座的运势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白羊座的朋友们，在事业板块呢，2024年你会以个人的需求和理想为主，但是营造好人际关系也会成为你事业成功的关键，因为你会发现需要升级你的团队，重新整理人际资源，这样才能找到自己在公司里面的位置。有些人可能会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或者加强现有的合作，发展更加广泛的社交圈子，或者重组自己的团队，让工作变得更加团结有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明确自己在团队和行业中的位置，而且你也会在2024年和特定的朋友和人群走得非常近，他们会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同事、领导还是合作伙伴。因为土星的影响，今年呢，你也需要劳逸结合，让自己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让工作压力威胁到你个人生活和质量。2024年，你会有机会展现自我，表达自己的心声，或者继续寻找符合自己期望的目标，勇往直前，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呢，你会容易达成目标，也有可能会在今年充满学习和开拓视野的机会。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学术交流的机会，或者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尤其是从事教育还有像自媒体相关行业的人群，有可能会迎来很好的发展机遇。你也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粉丝，展开自我宣传，或者进行各种各样的创作，你会发现灵感非常的丰富。不仅如此，也有利于你参加考试，或者是考证、合作谈判、签署一些重要的文件、契约等等。对于大多数白羊来说，你会觉得2024年过得还是很生龙活虎，很有意思，可以走出过去既定的模式，而且你也会发现头脑变得更加灵敏，对于各种信息分辨度会非常敏锐，职场上的适应能力也会显著提高，而且非常适合你进行一些多元化的学习，接触更多领域的知识，而不是仅仅专注于眼前专业的一个范围。不仅如此，在工作之余呢，也很适合去丰富业余生活。比如说参加一些讲座、工作坊、课程、参观展览等等，有助于你开拓眼界。而且你会发现2024年你的表达能力也在提升，有些人可能会有外出的机会，包括像搬家、换城市之类的剧情。2024年你会感受到信息的海洋，而且在这当中你会受到无尽思路的启发，产生很多跃跃欲试的感受。但是呢，内心可能也会有一些拉扯、犹豫不决，所以感觉会不够坚定，在做选择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迷茫。那么在感情领域呢，2024年毫无疑问你会非常关注自己的立场和感受，也会认识到在关系里面沟通的重要性。那么24年是有机会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或者找到新的学习组织，融入团体之类的，有助于拓展你的社交圈。而且你也可能会找到和你三观比较相符、有共同话题和志趣的朋友，因此呢，你也会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不断的成长，带来很多新的感悟。所以呢，单身的白羊就可以利用这一年来拓展自己的社交圈，或者进行一些网络的交友，就有可能会脱单或者增加自己的机会。
很多人呢也可能会觉得自己跟他人的联络会变得更加繁忙，生活呢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但是对于有伴的人士来说，2024年你需要在伴侣和自身的立场之间取得平衡，因为你的身边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声音，所以有时候也应该沉静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你会发现感情生活里面是有一些机会的，且充满了有趣的体验。有些人呢可能会有异地恋，或者通过学习、网络媒介等渠道认识对象。那么在财富领域呢，2024年你会充满了财富的机会，特别是上半年可能有爆发式的好运，比如说有突如其来的订单和机会，会给你带来很丰厚的利润。那财富呢也可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到来，比如说突然被提名、有升职加薪等等。有些人也可能会用创新的方式来生财，做一些副业，有额外的财运。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适合用技术还有创新来赚钱，墨守成规是没有办法得到更好回报的。且你也有机会在24年结识打开自己眼界的人事物，比如说打开某些新的领域和市场，同样可能会带来相应的财运。那如果说要增加财富的话，2024年加强团队合作，和客户紧密的关系也是至关重要。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金牛座朋友的运势会如何。2024年你一定会感觉到事业上面迎来了一个新的篇章，或者说有权力重组的感觉，包括像调整人际圈子、团队的成员，还有你的供应链、你的合作伙伴会发生一些变化。那部分人呢可能也会迎来新的领导，或者跳槽入职到新的公司里面。总之这些新的东西，这些变革会对你事业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2024年你可能会感觉到明显的人际圈子的洗牌，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有些人际关系的挑战还有挫败感，或者会因为人际关系有所拖累，所以特别需要去加强维护人际。那今年最好的应对方式就不要去计较太多，不妨采用包容的方式，这样呢有机会重修旧好，或者带来疗愈的可能。而且很多金牛呢会在今年感觉到新旧能量的交替，比如说奠定接下去长期发展的模式。2024年因为木星还是在金牛会停留一段时间，所以很多朋友呢会在今年继续有很多福气，有很多享乐或者是吃喝玩乐的机会，让你能够享受当下安逸的同时，也会感觉到变革的脚步正在靠近。所以2024年很适合抓住机会，因为你会有突如其来的好运，但是呢需要你走出舒适圈。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运气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有机会重新开始，或者开启某个新的项目，或者鲤鱼跳龙门，跳到一个更好的新平台，这都是有可能发生。2024年会给你带来某种突破限制的机会，甚至部分人可能会突然走红，接到爆发式的业务订单。那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职场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包括像诽谤、嫉妒等等，或者是职场上比较剧烈而潜移默化的改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打开自己的思路，发现和过去的自己相比，在认知上面会有一些更新换代。所以呢，这也是你个人升级的年份。而且工作之余，你也需要关注内在的需求，丰富内心世界，平衡身心状况，劳逸结合，避免卷入一些可能会打破你生活平衡的烦心事。在感情领域呢，金牛的朋友在今年也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你会感觉自己充满了自信，而且有个人很好的成长机遇，所以会给你带来很多高光的时刻，让你变得更加受人欢迎。那单身的朋友呢，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社交圈带来了一些限制和隔阂，比如说难以认识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对象，或者情感关系可能因为朋友圈而产生挫败感。所以呢，你需要谨慎投入，避免认识一些烂桃花，或者只是短暂的陪伴。相反，今年你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个人的发展上面，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思考适合你的伴侣类型。如果已经有伴侣的金牛呢，今年是有机会得到很好的支持，不妨共同提升生活质量，一起创造财富。而且你也会渐渐地感受到保持高质量社交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在财运方面，对金牛座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时间。上班族可能会有升职加薪的机会，创业的朋友呢，也可能会迎来很丰盛的机会，可能会通过多种渠道获得收入。
那这一年也非常适合财务方面的学习，通过更多信息渠道来积累财富。但是人际关系呢，可能会对你的财运产生一定的影响，你可能会感觉受到圈子的制约，或者一些客户关系比较难以处理。因此呢，在财务问题上面需要注意被他人欺骗，或者小心和他人涉及借贷债务的问题，从而引发矛盾。无论如何，财运整体是有着非常光明的未来，但是你需要深思熟虑，运筹帷幄，奠定未来事业新团队新基础。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慢慢找到自己长期的方向，带来稳定的财富。而且今年财富机会是很巨大的，所以很多金牛在今年收入是可能有显著的增长，或者找到适合自己的红利。接下去我们来说一说双子座的朋友们。2024年其实是你们事业上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但是呢，这是非常适合你们自我提升的年份，你会获得很多新的成长力量，而且有机会在心智层面脱胎换骨重生。很多人呢可能会开始思考深刻的问题，形成更加成熟的世界观，逐渐加深对原有观点的认识。你可能会深刻体验到认知决定命运，因此呢会反思自己的过去，规划未来。从2024年开始，其实非常适合你学习一些适合接下去长期发展的知识，深耕某个领域，或者呢开始关注一些争议性的问题，社会共识的一些问题。双子座的朋友们在2024年开始可能会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定了，而不再左右摇摆。你会慢慢感受到学习和思考的激励，产生更多信念和鼓舞，所以呢会把理想和规划付诸于行动。而且有些人呢可能会有移民、旅行或者彻底搬离某地去新的地方生活这样的剧情。你也会有很好的社交缘分，生活中会有更多乐趣，还有社交机会，享受和朋友们的互动。2024年你会感觉自己不再陷入内耗，而是更加坚定地追寻自己某些理念，而且你会感觉个人才华变得更加容易展现。但是事业上呢，会有一种欲速而不达的感觉，工作进展可能会比较缓慢，所以很适合你慢慢耕作，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同时呢，上班的双子今年需要留意和领导上司的关系，有些人可能会遇到对你不利的领导。创业者可能会充满各种想法，但是在实施的时候会遇到现实问题，需要经历一些波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会学到很多，获得很大的成长。所以2024年的星象最有帮助的其实是让你更新认知，看到了以前忽视的问题。虽然在事业的挑战中可能会让你时不时感觉到迷茫和自我怀疑，但是2024年非常适合你坚定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有一部分双子呢是有机会跳槽到更好的平台，或者承接更大的项目，但是呢可能会伴随一定的压力。2024年你也有望在出版、成名、创作之类的领域获得成功，但是需要你继续寻求团队合作，增强自己在团队中的影响力。今年的你呢是有望成为引领者的。在感情的领域是你比较随遇而安的年份，你可能不会那么积极的寻求感情，但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吸引到他人。你的知识和口才会让你在社交场合中更加容易吸引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潜在的桃花。单身的人群很适合积极社交，留意周围的圈子，你有可能会发现和你志同道合或者有精神共鸣的人。有些人可能会遇到网络恋情，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你会遇到适合你的感情对象。那对于有伴侣和特定对象的人群来说，2024年你有机会和伴侣共同成长，或者说提高双方的沟通技能，更好地处理亲密关系中的问题。感情关系在2024年虽然相对会比较顺利，但是呢，你需要留意的是现实问题，比如说双方的未来规划是否一致，能不能得到外界的支持，以及家庭因素的一些顾虑。有些人呢可能会感觉自己的事业还需要更多基础，需要花更多精力和时间，所以对承诺是有推迟和恐惧的。尽管两个人可能相处还不错，桃花机会也多，但是呢，对于未来心里仍然比较迷茫。在财运的部分，虽然2024年没有到你获得果实的时候，但是呢，你非常关注财富的升级还有个人成长。最关键的是要获得足够的信息，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你会觉得事业还需要一定时间去积累、打基础，但是2024年你会被激发强烈的事业心，或者让你意识到环境当中存在的问题，可能会产生压力和危机感。
创业的人群呢，机会是不错的，但是需要稳扎稳打才能获得未来的财富。而且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口碑，避免急于求成会引来负面的评价。2024年你很关注财富的安全性，更加注重稳定的增长，所以呢可能会触发财务方面的计划。有些人可能会需要负责重大的项目，会为你带来很好的成长机会。你会觉得2024年其实你的财富是需要透过智慧获得的，要随机应变，与职场环境保持同步。有些人呢也可能会通过版权、作品还有其他著作的方式获得收入，比如说经营油管频道。同时呢，上班族也需要留意某些领导可能会对你的升迁还有加薪之路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今年应该继续追求团队合作，增强自己在团队中的影响力，这是非常适合你发生的一年。接下去我们来讲讲巨蟹座的朋友们，在事业板块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持续发展社交圈的年份。你会逐渐奠定稳定的人脉基础，有助于你在职场上更好的拓展机会，实现职业目标。而且有些人呢会意外的遇到贵人，这些贵人呢会给你很惊喜的帮助，为你事业道路带来转机。2024年对你来说，事业需要寻找自己的方向，积极参与竞争，展现自我实力。因此呢，非常适合你去拼搏。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感受到随遇而安的重要性。不要过多的陷入繁杂事物，是需要蓄力，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宁静。总体来说，2024年是一个让你内心思绪起伏不定，有时候会感觉到悲观的年份。但是最适合你的方式其实是走一步看一步，你的直觉会引领你方向，但是要避免过多的白日梦，尽量保持实际。不仅如此，今年你也会被打开求知欲，有学习方面的欲望。求学者呢，其实很容易在24年出现紧迫感，希望能够充实自己的知识库。在内心答案无法解答的时候，不妨遵循自己的直觉，不必过于依赖书本或者外部的指导。这也将是你一个获得疗愈的年份，有助于你增进健康，调整压力。如果你本身就有计划换工作，那么2024年有望找到新的职业方向，而且是很适合长期发展的方向。那么对于已经就业的巨蟹来说，需要加强行动力，避免内耗，想太多做太少。而且呢，有些人会面临法律方面的风险和限制，或者卷入官司问题，还需要特别注意物流、运输、文书文件方面的困难还有挫折，可能会影响工作效率。感情领域呢，2024年你会逐渐放下执念，感觉关系里面的权力模式发生改变，或者你会觉得对有些人事物的控制或者紧抓着不放，并不能带来一些变化。而且呢，你也会感觉到过去的情感关系会经历强烈的洗牌，比如说你会觉得圈子里的朋友、恋人发生了变化，有些人会渐渐淡出你的生活，或者让你看清人性的复杂性。在爱情上面呢，你一直坚信的感情也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类似像分手、离婚、旧的人事物离开等等。当然这不是所有巨蟹都会经历，但是部分人群会体验到这样一种旧去新来的剧情。总的来说，今年你的态度会变得更加低调和务实，对关系的前景也会有深刻的内省和思考，而且你也会明白很多道理，看透很多事情，在情感领域会变得更加成熟。但是呢，在未来方向相关的问题上可能不会完全清晰，所以呢，你也需要等待时机指引你答案。对于有些人群来说，2024年可能会出现神秘的桃花，比如说不公开的关系、暗恋，或者会给你带来某种很秘密、很珍贵的感觉。也可能会更加重视自己的隐私和私生活，而不是把感情公布于众。有伴的巨蟹可能会比以前更加寻求精神上的连结，比如说渴望伴侣更深的了解你，和你建立更紧密的心灵联系。所以呢，你会认识到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更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和共鸣。异地恋和跨国恋的人群，2024年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现实问题的，可能会对关系产生一些考验。那在这个过程中，内心的坚定信念是最关键的，不要让自己摇摆不定。你会在2024年找到内心真正的归属，重新定义和家庭的关系。财运方面，其实2024年非常适合加强团队合作，提升事业竞争力，会为你带来不错的财富。有些人可能会卷入金钱、欲望、权力之争。财务方面，其实有部分人可以进行一些长期投资，或者买入值得长期持有的资产。
参与某些长线投资等等。但是你也需要谨慎风险，避免涉及一些赡养、债务、贷款、继承、版税方面的问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赔偿和资金的流失。部分人呢可能会在财务和股权分配方面卷入法律上的风险，而且有些巨蟹在2024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既有风险又有潜在巨大利益的项目。我们再来看一下狮子座的朋友们在2024年的状况。这会是你比较充满机遇的年份，所以呢，你需要勇敢地走出固有模式，探索新的可能性。总体来说，前景是相当积极的，而且是可能会有突然的好运，尤其有利于名气的提升。但是也要注意，成功并不是孤立的，你需要去放开心态与人交往，这样呢才能找到长期合作的对象。有些狮子可能会感觉人际圈的大洗牌，但是好消息是，你也可能会遇到重要的合作关系，引领着你事业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有些人可能会面临合作伙伴或者伴侣之间重要的一个决策，比如说新的合作机会，或者是终结一些旧的模式。你也会感觉自己需要转型，尤其是在人脉圈子和事业伙伴方面，人际关系呢会奠定接下去的格局。2024年呢，你会得到新的人际支持，或者有新的社交机会。而且这些新的关系会打开你的视野，让你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而且你会明白，成功不仅是个人的力量，因为你在24年会感受到个人力量的局限，所以呢，需要培养经营人际的智慧。在工作方面，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全感，主要是集中在财务上面。有些人可能会有债务或者是合作关系的变更，所以呢，24年适合你广结善缘，但不适合在财务领域进行冒险。有些人可能会考虑搬迁到新的地方，或者进行一次期待已久的旅行。而且呢，2024年某个等待许久的消息可能会有下文，所以非常适合申请签证。求学的狮子呢，也会觉得今年是充满希望的，容易有喜讯，而且可能会感觉心想事成，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学习的方向。处理法律问题、规划、构思或者进行一些创作。感情上面，这毫无疑问是你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你会很重视人际关系和情感，渴望建立长期的关系，而不是满足于肤浅短暂的关系。但是呢，部分人可能会觉得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两个人呢是有分歧的，或者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你也可能会感觉到关系里面的洗牌，或者需要重新定位你在关系里面的位置。有一些狮子其实2024年是可能会脱单的，或者进入到长期关系，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会经历分手、离婚，或者有重新考虑更换伴侣。所以呢，你会感觉和旧的关系不再往来，然后关系里面的权力问题接下去也很值得关注，比如说如何配合对方，如何一起分工。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双方的这个地位，一方可能会比较强势，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呢渐渐弱势，所以你需要去平衡双方的立场。单身的狮子呢，2024年特别适合加强社交圈，因为你会有新的朋友，拓展社交圈呢，可能会让你有机会脱单或者认识值得长期发展的对象。在财运方面，因为社交机会比较多，所以你可能会在圈子里面认识潜在的财务盟友，或者是加强和客户的联系。那这些社交关系呢，就会对你财运产生积极的增长影响。但是呢，其中也蕴藏着风险，特别是走到深入合作的时候，财务前景呢是有不确定性的。而且在投资方面要求稳为主，因为2024年是可能会出现投资失利、赔偿、拖欠款项的问题。部分人呢也需要注意信用的问题，比如说信用卡是不是及时还款，以免出现资金流的问题。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2024年虽然贵人运很突出，但是没有办法改善物质局面。财务方面的压力呢，也可能逼迫你谨慎处理资金流还有资产管理，考验你财富管理的智慧。接下去我们再来讲讲处女座的朋友们。2024年呢，其实是处女座很容易心想事成、事业格局打开的年份，所以呢，要好好抓住工作领域的机会，因为你有机会顺应自己的想法，只要务实的去执行，就有可能会实现梦想。你也会感觉这是一个能够发挥自己才华的年份，有机会和靠谱的合作伙伴合作。而且2024年你在工作上头脑非常开阔、聪明，会考虑到以前没有考虑到的地方。部
不仅如此，还能学以致用，把之前的规划和想法变成现实。所以之前有一定事业基础的人士呢，2024年就会感觉事业版图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比如说承接副业或者承接新项目。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感受到一些风险，或者需要提升自己的抗压能力。2024年不仅是工作，也需要你去关注自己的健康，调整起居，注意养生，以及调节情绪等等。你会觉得2024年更加有野心，有强烈的渴望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权利。但是呢，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比如说部分人可能有新的职责，或者要应对职场人际的重组和换代。你会明白工作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和认知系统。有些人呢会接触新的设备和技术，甚至可能会迎来新的上司。跳槽的处女呢，有可能会遇到更好的平台，对你接下去长期发展是有重要影响的。而且你会觉得工作的强度和之前大不相同，接下去呢需要你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或者抗压性要更强，但是与此同时事业机会也是更突出的。2024年其实是你工作上面很有洞察力的年份，适合你去深度耕耘某个领域，而且有些人会有机会出版作品，获得名气，或者掌握某些话语权，尤其有一些很好的异地的机遇。那如果是在上学的处女呢，在2024年很容易金榜题名，超常发挥，或者说考取自己心仪的学校。那也适合你劳逸结合，进行一场愉快的旅行，在充电的过程里面呢，迎接下一波更好的事业行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你需要学会和他人合作，比如说和商业伙伴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洗牌，或者感觉需要为对方付出，对方的要求很多，不好应付等等，会容易出现消耗感和抱怨。在感情领域呢，其实2024年人际关系和感情是你今年的一个课题所在，因为你会觉得信心不足，在关系里面会有碰壁的感觉。有些人会觉得迷茫和消极，特别是对关系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那这种心理动摇呢，可能会影响双方的互动，在关系里面潜在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而且让双方感觉会有一种隔阂。所以呢，2024年需要耐心的解决，因为这是你学习成长的年份。那部分人呢，需要面对一些关系里的现实问题，而且这些考验是比较长期的，可能是出现和伴侣关系的冷淡和退缩，那也会让很多人出现心寒的感受。如果已经有伴侣的人士呢，就避免要求过高而感到失望。有些人甚至会觉得不抱希望反而就没有死心的感觉了。但是呢，也要避免过于逃避、视而不见，导致问题的扩大。所以2024年需要勇敢地承担关系里的一些责任，去沟通。那部分人呢，伴侣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比如说像财务问题，或者对未来的预期和规划等等，所以呢，需要你为之付出。那有些人呢，会在今年个人发展的速度和伴侣成长的速度上面差异越来越大，步调难以一致。所以对于一些处女来说，2024年其实还蛮容易感觉到动摇的，甚至考虑分手或者离婚。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因为可能会伴随一些经济上面的补偿，或者说感觉过程会有一些拖沓。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重新思考关系里面的界限还有责任，只有处理好这些，才能让关系度过考验，再继续走下去。单身的处女呢，其实2024年会有一些紧迫感，你会渴望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关系，但是呢，需要打开自己，而不是封闭内心。虽然说可能一下子难以遇到很满足你需求的对象，感觉桃花呢可能不尽人意，或者说会遇到失败的恋情，有拒绝、烂桃花、孽缘等等，但是2024年会教会你更好的理解关系中的责任还有承诺。另一些人群呢，有可能会因为未婚先孕结婚，或者说曝光恋情、见父母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彼此内部并没有磨合得很好，还有很多矛盾需要去处理。那有些单身的处女呢，可能会投入到职场，没有心思面对感情，或者觉得感情对个人成长没有太大帮助。在财运领域呢，其实今年你真的可以试着大胆尝试处理一些投资、借贷或者解决债务的问题，因为2024年你事业上是一个上升期，是你有好运的年份，所以呢，有些人会有升职加薪的机会，或者获得版权收益，不但收入容易增长，而且还可能会投入一些项目，在今年呢就能看到及时的回报。求职者呢有机会跳槽到工资更高的工作上面，或者有很好的学习成长机会，打开眼界。
但是在合作上面需要谨慎，因为很多人会在今年产生损失，比如说像离婚、分手，还有像合作终止带来的一些财富分割和相关的决策。但是很适合你进行自我投资，不妨多关注个人的成长，提升学历，对接下去的财富都很有帮助。那我们再来看看天秤座的朋友们有怎样的运势吧。2024年呢，首先你会觉得工作生涯是不太容易的，有些人呢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疲惫和焦虑，或者操劳心累。那工作的负担在今年呢是可能会增加的，你也会觉得需要面对很多繁琐的琐事，不得不亲力亲为。但是呢，不要忽视这些琐碎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帮助你培养实际的技能，打好更坚实的基础。2024年需要避免好高骛远，理想呢应该和实际相结合，就不要指望能够一步登天，因为你会发现2024年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去培养工作技能，去磨练它，培养一些实用的技能，打好接下去的基础。如果你是求职者，那么2024年可能会觉得找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你会担心工作的前景，比如说会不会失业，或者这份工作到底有多少上升的平台。那如果你已经在职场有一定基础的话呢，会感觉自己陷入了某种瓶颈，就很难摆脱某些基础性的工作，奔向更高阶的发展。所以呢，你会觉得自己时不时还是要操心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东西呢，可能本身并不是你责任范围内。但无需担心的是，其实2024年你会开阔思路，学习呢会有助于你找到职业方向。那2024年你也要注意职场上的一些规矩，可能会觉得他们给你带来限制和束缚，但又不得不遵守。而且呢，职场上面人际关系在2024年也需要小心，就可能会出现和同事之间的矛盾，或者下属管理方法上的麻烦。总而言之呢，你的工作不满是可能会增加的，特别是如果一直在做一些重复乏味的工作，2024年特别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消极的感觉，好像看不到未来，或者容易爆发大材小用的感受。虽然自己想法很美好，虽然一直在充实自己，但是却现实很骨感，没有得到一些回报。不过呢，还是非常适合你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比如说可以考虑报读在职研究生课程，或者说边工作边学习。而且呢，有些人有机会获得奖学金，或者有金榜题名的机会。虽然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看到职业生涯的飞速发展，但是至少为未来打下了基础。今年呢，其实也是一个你旅行的好时机，让你走出去探索新的目的地，或者去向往已久的地方去打卡。你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很多快乐，而且呢，在办理签证或者移民的手续上面也可能会有好运气，比如说遇到了好的政策，听到某些适合你的消息，也会为你的冒险旅程带来便利。而且呢，其实2024年你在精神层面是非常丰富的，会有某些很积极的信念，觉得视野被打开，而且非常适合你去学习外语，比如说考雅思等等，都会有不错的结果。那2024年呢，你也会有很多感悟和成长，会变得更加通透和豁达。有些人呢会出版或者发布作品、文章刊登之类的，会有一定的名气和回馈。在自媒体领域呢，你也会获得一定的创作成绩。但是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在今年关注自己的健康，尤其是一些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慢性病的风险，或者是一些职业病等等，就是长期压力的累积可能会导致身心上面的疲惫。那在感情领域呢，其实更多体现的是精神之恋，你对感情观会有一些观念上面的升级。单身的人群呢，可能会喜欢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比如说讲座或者各种活动，会扩大你的社交圈，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为你生活增添很多乐趣，也有机会遇到有缘人。而且呢，2024年你可能会经历更加深刻和热烈的情感体验，尤其是在异地恋、网恋或者旅行的过程中，也可能有桃花运。有伴的人士呢，有可能会在2024年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或者情感关系会遇到深刻的变化。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关系，寻找新的表达，还有体验爱的方式。有些人可能会遇到新的恋情，然后结束旧的关系，甚至重新思考对爱情的期望。今年其实需要避免卷入一些不合适但是长期难以脱身的关系，最终呢可能会变成比较复杂的情感纠葛，或者刻骨铭心的恋爱，但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还有一些天秤呢，可能会慢慢演化成自己独特的感情标准，或者你会遇到自己比较认定的缘分。
有家庭的人士呢，2024年你可能会更加关注子女还有家庭事务，需要关注一些家庭事件和决策。在财务方面，其实你是充满好运和机会的，有机会收获偏财运，投资呢也是有很好的收益和回报。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有突如其来的收入，或者贷款方面有新的进展，能够贷出不错的额度。投资方面有利好的消息。不过呢，工作上面需要脚踏实地，谨慎处理日常事务，比如说关于一些开支的预算、储蓄和债务问题。虽然说2024年你的财运是一枝独秀，但是工作不景气还是会让你有些精打细算，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但是呢，很多人即使会有一些支出，也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支持，保持一定的收入。那2024年呢，也是你大胆投资的好时机，特别是在艺术、娱乐或者是创业的领域，可能有一些偏财。有些人呢，也可能会通过情感关系获得财富，或者在教育、国际贸易、旅行、法律事务当中积累财富。那2024年呢，也非常适合你充电学习，寻找更多可能性，而且将这些学识用于财务的决策，来寻找长期财富增长的途径。下去呢，我们来讲讲天蝎座的情况。那事业方面呢，其实2024年你会有很好的贵人运，他们也会成为你的得力助手。你有机会认识很重要的人物，那这些人呢，有可能会为你事业提供支持、资源还有帮助。所以2024年有可能会扩大社交圈，或者认识某些很重要的人。你的人际关系技能呢，也会得到提升，会觉得合作机会纷至沓来。你可能会打破社交圈子的壁垒，和不同领域的人建立关系，而且呢，这对你事业是很有好处的。很多人可能会引入新的合作伙伴，或者加强和现在合作伙伴的关系。那在工作上呢，其实你也会更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而不只是专注于职业生涯。这个呢，会为你接下去更和谐的工作环境打下基础。审视内心需求、动机还有恐惧，洞察人性，察言观色，是你2024年事业成功的关键。自我认知的提升呢，也会帮助你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2024年不是你孤军奋战的年份，所以需要多多建立关系，寻求合作和帮助。那对一部分天蝎来说呢，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重大的决策，比如说是不是要换工作。对于求职的人来说，容易得到好消息和 offer。那2024年适合你提升职场竞争力，磨练技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崭露头角，自我表现，独立作业，有机会实现事业腾飞。但也要注意健康，因为日月食的影响，你会在2024年感觉身心能量更加敏感。那在感情领域呢，其实是你充满好运的年份。单身的人群呢，很容易迎来爱情的机会，比如说会一见钟情，突然脱单，甚至让周围人都大跌眼镜。你有机会邂逅很重要的人，或者说遇到灵魂伴侣，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而不只是表面上的甜蜜。有些人呢，可能会有异地恋，或者为对方搬家，需要处理房屋的问题。而且有些天蝎呢，也可能会吸引到和以往截然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年龄和背景差异比较大，或者是你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类型。但是呢，在2024年你会更加明确自己适合的对象，感情上呢会有比较大的更新，至少在观念上会有脱胎换骨的感觉，对很多事情也会看得更开。虽然2024年很容易结缘，但是感情上呢，其实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出现，尤其是在相处的过程中，时不时可能会放下一些曾经的幻想和期待，变得更加落地和现实。所以呢，2024年不要对爱情抱有太高的期望，以免带来失望。管理对爱情的预期，其实是你接下去幸福的关键。部分人呢可能会面临家庭事务、房地产问题，还有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变动，这个呢也可能会影响你的精力还有情绪。而且呢，你会对一些迷茫已久的想法感觉到心累，找不到出口和方向。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会有自我怀疑，或者怀疑某段感情，觉得累觉不爱等等。还有一些天蝎其实在2024年感觉无心恋爱，或者即使想要脱单，有很好的机会和缘分，但是总感觉不对劲，或者难以调动激情。有时候呢可能会让你比较慢热，或者会怀疑自己到底爱不爱对方。另外一些人呢有可能会因为责任进入一段关系，比如说有闪婚的可能性，尤其是未婚先孕。爱情方面还没有到火候，两个人关系呢并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呢莫名其妙在一起了，就可能会有这样的剧情。
所以2024年你会经历爱情观的调整，或者处理自己内心的情感情绪问题。还有些人呢会搬家，或者经历分手再脱单的剧情，甚至是重组家庭。就算今年经历分离，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个好兆头，就会为你带来更好的一个未来，让你对之前旧的感情产生解脱，进入到一段更好的关系。有伴的天蝎呢，其实2024年会在子女的事物上付出挺多的，需要承担责任，比如说小孩的管教还有沟通方面都是需要注意的，会有一种煞费苦心的感觉。而且你会在心绪上面比较茫然，不确定自己要什么样的爱情，还需要沉淀思考，在相处中考虑自己的感受。财运方面，2024年其实你有很好的财富机遇，可能会遇到投资、股权合作或者财务合同之类的财富机会，会给你带来财务状况的转折。你可能会和他人有密切的合作，共同追求事业目标，或者和合作伙伴之间进行财务交易。所以呢，2024年很容易建立稳固的伙伴关系，还有信任感。有些人呢，也可能会参与到房地产的交易，比如说房屋买卖、改变居所状况，或者有拆迁、旧屋置换等等。所以呢，2024年其实是你资源相当丰富的一年，你也会洞察到潜在的商机和好机会。财务状况呢，会有所改善，你可能会获得福利、政府补助、年终奖、奖学金、保险收入、遗产等等。也可能在股票、基金等投资方面有所获利。但是2024年并不是适合投机的年份，而更适合运用知识来积累财富。买卖房屋呢，也会获得更多的利益，部分人会有置换房屋的剧情，比如说卖掉旧的房子，买更新更大的房屋，贷款上也会比以往更容易获批。所以你总体来说会觉得2024年钱财不缺，有各种各样的小道偏财，让荷包持续运转。所以很适合重新配置资产，通过合作、结婚、投资、股份还有不动产获得巨大利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创建被动收入的年份，比如说知识产权。很多人也可以控制家庭的财富，掌握经济大权。但是呢，会因为子女感觉到责任压力比较大，需要承担更多经济负担。我们再来讲讲射手座的运势情况。首先事业方面，你们呢可能会迎来很好的职场的转机，有些人会接触到新的平台，为自己职业生涯注入新的活力。这些机会呢，有可能是和他人建立新的关系合作，所以呢，你也很适合去拓展一下社交圈，因为2024年你会明显感觉到合作运的提升，有机会认识更多人，而且你也会认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知识和技能来应对未来的挑战，所以会产生相关的紧迫感，需要深入的学习和思考。这个呢，会激励你继续深入研究和教育，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2024年你会意识到思想带来的力量，所以会更新认知，改变思考方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被引领进入全新的思维模式，挖掘潜在的能力和智慧。你也会意识到自己在某些领域独特的技能和潜力。所以呢，2024年总体来说，你会有一些深度的思考和内省，重新审视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沟通技巧。在工作里面呢，你也会用前所未有、有影响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比如说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够被重视。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在工作中有升职加薪的机会，求职者可能有好的工作机会，或者意料之外的 offer。如果说2024年你有一些工作变动的话，其实对你来说是有利的，因为今年你本身就不适合墨守成规，而适合积极的追寻自己的职业目标，打破旧有的束缚，顺应新的趋势。所以总的来说，2024年其实是一个你追寻理想的年份，不妨做自己想做的事，勇敢付出行动，实现规划。而且呢，因为合作运良好，所以你会觉得整年你都是有人陪伴的，适合一起学习，相互成长。而且你会发现自己在职场上的人缘变好了，更受欢迎了，所以很适合借力发挥。有些人会遇到能够改变自己思想和认知的贵人。不仅如此呢，你也可能会进入更好的平台和圈子，和合作伙伴一起推动某些计划。工作上面呢，外务是很繁忙的，有些人可能会因公出差，或者需要长期的驻扎某地，而且呢，也可能会有旅行或者移民上面的计划。感情领域其实在2024年是你充满机遇的年份，你可能会遇到一位很特别的人，与你志同道合，或者呢，会对你生活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射手在2024年是可以脱单的，会遇到良缘，或者是精神上面比较契合的对象。
而且呢，他人会改变你的认知和三观，让你深刻了解到沟通的力量，发挥自己在关系里面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通过沟通来影响他人，也更容易深入了解他人的需求和动机，从而建立更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单身的人群，今年你的桃花是很容易适合你，或者对你有帮助，有益于你成长的。对方呢，会为你打开新世界和新视野，两个人能够互相学习，进入有承诺的关系。有伴的射手2024年是有机会进入婚姻的殿堂，但是呢，需要留意双方家庭方面的阻力，尤其对于异地恋的情侣来说，可能会有居所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而且呢，感情中是有内心的迷茫，即使有对象也会感觉到有阻力，比如说过程推进的比较慢，或者内心有犹豫和不确定，容易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今年你需要拿出实际的方案，而不是留在纸上谈兵。但无论如何，你的感情生活是会更加丰富而深刻的，而且会体验到很多多姿多彩、有趣的时刻。有一些射手呢，需要留意家中突发的状况，比如说家人的健康，或者有家庭的人士呢，需要承担照顾家人的负担。财运来说，2024年是相对不错的一年。首先，有一些人呢是可能会迎来升职加薪的机会，或者跳槽到更好的公司。在职业领域呢，是有很多新的机会和成长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动产投资方面需要保持谨慎。房屋方面是很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维修或者翻新，或者你需要考虑重新更换店铺和办公室选址等等。尤其是房屋里面一些老旧的部分可能会出现损坏，带来不得不修补的麻烦，或者一些反反复复的问题。2024年最好避免投资买房，因为容易出现亏损，或者找不到合适的房源，只能委曲求全。但是呢，很适合你更多的关注家庭方面的经济，包括管理家庭的预算，还有房屋的维护等等。合作方面因为有很好的机会，而且社交圈会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所以呢，很适合你在2024年广结善缘。你会觉得现金流方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容易得到奖金、偏财之类的额外收入。虽然2024年工作方面收入不错，但适合加强储蓄，关注财务的长期安全性。今年你在工作环境中容易感觉到愉悦，所以有助于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和满意度。但美中不足的是，有些射手可能会因为家庭产生一些财务上的负担。接下去呢，我们来讲一下摩羯座的运势。在2024年，你的事业会迎来新的契机，工作上的运气是会有所改善的，而且会带来升职和加薪的可能性，尤其是下半年。此外呢，你的思维方式也会慢慢改变，变得更加开放，这个会让你更加容易完成任务，而且你会找到自己在事业发展中的意义和乐趣，从中呢会获得满足感和自信，这个也会激励你更多的进取心。有些摩羯呢会感觉职场待遇慢慢的变好，工作环境改善，或者说辛勤劳动会带来一些比较明显的成果。所以呢，2024年真的很适合你努力工作，你会看到一些回报。对于求职者来说，2024年很容易获得 offer， 或者适合多多投简历，会有好的机会降临。有一些摩羯呢会感觉工作和财富领域需要升级和换代，比如说你会需要不断的学习或者加强沟通的技巧，这个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和产能。虽然有些人工作机会好，但是还是会觉得知识的壁垒，或者有一些项目可能因为不够熟悉和沟通的障碍，导致有一些卡壳。所以呢，你需要注意政策带来的限制，或者是纸上谈兵，难以落实到实处。所以呢，学习的重要性在2024年会尤为的明显，因为你可能会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业务发展的速度超出了自己的知识库。尤其是对于从事创作行业的摩羯来说，2024年可能是一个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年份，因为你可能会遇到创意或者话题的瓶颈。想要拓展业务呢，需要打破某些思维框架或者某种表达习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要发展副业或者拓展新的业务。不过从事管理的摩羯呢，可能会在2024年招募到得力的助手，而且也可以学习一些更加实用性的知识，这样有助于团队的扩张和业务进一步发展。求学的摩羯来说，2024年学业上的压力是不小的，可能会给你带来迷茫和消极的感觉，比如说不知道从何努力，所以呢，你会感觉到某种瓶颈，或者分数想要再提高会有困难。学习上呢是需要耐心去应对的，只能慢慢的打基础。但是2024年很适合你健康养生，改善作息，
想要减肥的人群呢，其实坚持下去，在2024年也容易看到结果。在感情领域呢，摩羯其实在2024年很容易感受到美妙的体验，你会深深感受到当下的喜悦，而且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你可能会很注重感情里面的细节和机遇，而不是刻意去追求某段感情的发展。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呢，你会收获到很多出乎意料的惊喜，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甚至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真正的爱情，从而意外的结束单身状态。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喜迎子女运，有意外怀孕的剧情发生。总的来说，2024年是充满惊喜和机遇的年份，你会更加珍视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而且从中汲取快乐和成长。所以单身的摩羯不妨多发展自己兴趣爱好，有机会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呢，2024年在感情上可能会有交流带来的感情壁垒，比如说双方之间沟通的鸿沟，或者表达方式和认知带来的差异性，这些可能会渐渐导致心生间隙，或者有封闭内心的感觉，让关系渐渐的疏离。所以呢，这是双方需要磨合的一年，需要提升两个人在感情中的沟通技能。异地恋的情侣呢，可能会更加容易感受到文化差异，所以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体谅。有些人会感觉感情上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不愿意多说一些无法说通的领域，也会觉得有些事可能会越说越错。2024年你需要多多包容不同的观点，以及及时处理好文化和认知带来的差异性，避免关系疏离。沟通技能在今年会显得尤为重要，多多约会见面，避免陷入尬聊也是很好的办法。而且有些人会在2024年有房屋方面重要的决策，比如搬家或者家中的决定。财运方面，伴随着你工作中取得显著的进展，比如说像升职加薪，或者遇到更多的职业机会，会显著增加你的收入和财运。所以呢，2024年也会激发你对财务方面的欲望，你可能会想要获得更多金钱和资源，渴望积累可观的财富。2024年你的金钱观也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设定新的财务目标，想要赚更多钱。所以财富方面呢，其实你会变得更加大胆，可能会因为工作上一些良好的机遇而建立一种长期的赚钱模式，比如说遇到得力的工作伙伴、职场贵人，或者发现某份能够长期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作。2024年对摩羯来说其实蛮适合创业的，你会发现潜在的商机，你会洞察到机会，用直觉来生财，而且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很多人也会在今年滋生物质上面的危机感，比如说有些人会有债务或者破产危机，所以呢，需要你改变过去的某些模式。你也很渴望会掌握金钱的管理权，拿回某些属于自己的权利。在今年呢，你也会很关注个人的利益，想要控制金钱的支出和收入。很多人在今年会关注自己的健康，采取很积极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也很适合你在食物或者健康的生活方式上面去投资。接下去我们再来谈谈水瓶座朋友们的运势。事业方面，对你来说，其实人生和事业整体方向都会有深刻的转型。由于冥王星的原因，你会感觉到某种生活方式彻底结束，而奔向某种新的生活开始。所以呢，你可能需要告别过去，才能够开启新的篇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找到自己长期的方向，或者值得坚持的东西。比如说某些兴趣和习惯，接下去可能会伴随你很久。而且呢，2024年你对工作事业会有强烈的渴望，会被激发某种决心，同时呢，也很渴望改善自己的形象、事业地位。很多人会愿意采取大胆的步骤来实现职业目标，而且你可能需要独自面对某些任务和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激发你的孤独感，但最终呢，会让你变得更加坚强。2024年其实是你充满冒险精神的一年。你会充分发挥创造力，追求自身的变革，把新鲜元素、乐趣、生机融入到生活，来点亮内心的火种。很多人会开启个人创作的潜能，发布一些令人瞩目的作品，一炮而红。你也会寻求新的方法和解决方案，愿意承担更多风险，追求真正的激情还有兴趣所在的领域，可能会让你在工作中获取更大的成功。今年的重点其实是平衡工作和生活，劳逸结合。因为你会发现自己是很有危机感的，但是这也会激发你的潜力。求学者呢，2024年会找到学习的方向，
或者决定继续深造，甚至考取证书。由于风元素时代的影响，2024年也会让你感受到沟通能力的重要性，所以你会更加关注有效的沟通，包括口头和书面上的，以及工作中和同事、客户还有上级进行的互动。所以呢，也可能会激发你对学习新技能知识的渴望。很多水平呢，可能会主动寻求培训、课程、研讨会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你也会觉得更有决心去充实自己，来适应生活中的新挑战。在感情方面，其实2024年是你生活中充满乐趣的年份，因为你会发现整个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充满了心智活动。你也会很注重休闲生活，还有生活本身。在感情领域呢，你会充满了表达能力和戏剧性的能量，所以个人的才华会让你在社交场合中脱颖而出。因此呢，2024年非常适合你参加各种聚会、交友局、吃喝玩乐以及各种娱乐活动。单身的人士呢，开放心态很有助于你吸引到他人，有机会结识新朋友或者经历愉快的恋情。你会在2024年更愿意进行交流，所以是很有机会脱单或者体验到快乐的约会过程。但是2024年对你来说是非常意义重大和深刻的年份，所以很多人会先破后立，比如说会经历背叛或者人际关系上的孤立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自我转换，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和兴趣点。在财运方面，2024年你可能持续感觉有些焦虑，因为会觉得现金流上面有一定压力。有一些人群呢，可能觉得财运不是很顺畅，收入减少，或者遇到一些瓶颈。那也可能是赚钱机会减弱，或者同行之间竞争更加激烈，这个会对你财务安全感造成一定影响，或者对钱财的现状产生不满和担忧。所以呢，你会更加谨慎的管理支出，管理好现金流。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感觉通货膨胀的影响下需要缩衣节食，而另一些水平呢，可能是因为负债，所以现金流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其实2024年对你来说，投资方面是需要谨慎的，可能会出现亏损。不要轻易追求短期的利益，而更适合通过积累来稳固财务状况，否则可能会跌入一些陷阱。不过好消息是，2024年你是有一定的偏财运，虽然不足以救火，但是可以缓解经济上面的压力。而且因为你会感觉处于一个个人的转型期，所以不妨好好享受生活的当下。财务方面呢，虽然感受不太容易，但是精神上面能量是很富足的。而且你的正财运其实相对平稳，但是可能需要额外的努力来寻找更多赚钱机会。今年呢，你适合理性、保守地处理财务问题，来度过财务上的低谷。接下去呢，我们再来讲一下双鱼座朋友们的运势。首先，事业上，2024年你会更加注重职业生涯中的个人形象和表现，所以呢，很多人会走出安逸和舒适区，来追寻更高的职业标准。放下一些曾经天马行空的幻想，转而接地气和务实的应对工作。很多人呢也会开始制定计划，全身心的去追求这些目标。所以呢，你的工作会变得更加稳定可靠，而且你会在2024年感觉需要独立的去处理某些工作中的任务，可能会考验你在工作中的某些能力。你会很关注个人成长，虽然不一定马上有成效，但是会比以前更加努力，更有韧劲，有更高的抗压能力，而且愿意自我挑战，吃苦耐劳。所以2024年你是有机会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务，对自己职业生涯呢也有更深刻的洞察。有一些人在2024年会觉得自己受到一些限制和压迫，但是呢，这反而会激发你更深刻的思考。部分人在工作中需要承担某些重要的责任，但是你会耐心的去解决，因为这是你打基础的年份。如果已经有基础的双鱼，2024年你会考虑如何打破瓶颈，跨越到更好的新篇章里面。不仅如此，你也可能会在2024年经历调整心理预期的过程。有些双鱼呢，其实是有异地的缘分，适合旅游，开拓眼界。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某种顿悟的感觉。想要办理签证或者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的双鱼，也有机会心想事成。2024年你会感觉到环境对自身的一些压迫，但是非常适合修养深刻的学识，培养专业能力，通过学习一步步打开壁垒。在感情领域，其实2024年孤独感非常明显，但更多的是心理因素导致感情和人际关系的变化。所以你需要避免自我隔离和封闭，你需要关注自己深层无意识领域中真正渴望的东西，而且你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现实，不再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感情关系里面可能会有更多责任和压力，让你感觉比较辛苦，有时甚至有怨言。单身的双鱼在旅途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偶遇或者意外结缘，也会渴望建立成熟稳定的关系，努力维护，但是也会看到自身的不成熟或者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今年需要避免苛责和高要求，尤其是心理层面比较虚幻的要求，有可能会影响关系和谐和推进。过去的感情经验也可能会在2024年对你产生影响。有伴的人士，家庭生活其实是你今年关注的重点，比如说会更关心自己的家人和伴侣的需求，家庭关系里面也会体会到更多和谐、轻松的情感氛围，所以适合和家人多多互动，有助于打开思绪，获得帮助。对于单身的双鱼来说，2024年可能不太容易遇到符合自己理想期望值的感情，即便进入一段关系，也可能时不时感觉到孤单和不被理解。所以2024年最需要的是调整心理预期，避免对自己和他人施加过高的压力和虚幻的期待。在财务方面，你会变得更加谨慎，居安思危，因为对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感可能会让你更加渴望建立稳定的财务体系还有工作，所以你会很谨慎有计划地管理自己财务。有一些双鱼呢，可能会在2024年有重大的财务决策，比如说购买出售物品或者大件、房地产等等。有些决策呢，需要你有勇有谋，坚持在务实的规划中做决定。还有一些人群可能会投资金钱来改善自己的家庭生活还有居住环境。租房族在2024年是比较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屋，而且你也会注重家庭开支和整体的财务规划，有可能会得到家人的一些经济支持。好了，今天2024年整体星象和12星座运势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更个性化的星象解读，或者有关自己的疑问，记得点赞，并且点击下方的私人年运咨询链接，让卢妮塔老师成为你们2024年的导航，一起迎接更多的惊喜和启示吧。